大家好，我是 Ken， 我是个贸易商。那今天会拍这个片，我想说也是一个缘分，因为上一次的影片后面就有提到我想卖我的159嘛，但是很快的在影片看出来的时候，159也迅速的换了我背后的这一台 Baretta。那这个是很有趣，我拿我的159这个 Sportwagen 2.4的柴油自排，我去换了这一台 Alfa Baretta 2.2的6速手排。那这个其实它是同一个世代的车啦，会发现它的车头造型是几乎是一样的，6圆灯，然后一样是我觉得近代爱快设计非常好看的一个车头造型。它唯一有点不同的是它的前保杆的部分，以 Baretta 的造型来讲比较有杀气一点，因为它有两个往下的一个鳍片。那当然我也有点 surprise， 我会买的居然不是红色以外的 Alfa， 这个算蛮特别。但是它这种原厂的金属铁灰，其实看久了，它在不同的光线下，它有不同的光泽。其实后来也是越看越顺眼，当然好处就是耐脏。其实这台车很有趣，它有2个版本的造型，一个是这种掀背的硬顶的，这种是叫 Baretta， 那它有软棚的敞篷叫 Spider， 然后硬顶的是乔治亚罗设计的，敞篷的是宾尼法利亚设计的。这个有点像是当初爱快145跟146，它一样的这种双生车型，它也是交由这2个设计师去设计，有点暗中较劲的意味。那当然，我个人觉得是青菜豆腐各有所好，它都有不同的韵味。那我也很喜欢 Spider 的数量又更少。以这个 Baretta 来讲，目前车友应该台湾有的也不超过10台。它包含了像我这种2.2的缸内直喷，还有3.2的6速手排的 Q4， 然后它的马力有185匹，我觉得一般是够用。新世代的爱快对我来讲，它就是一个舒服，然后一个很独特的存在，所以我也很喜欢开它就是了。但是要讲操纵乐趣来讲，我觉得当然还是我身后的715会比较有操控乐趣。这一台的话，其实也有点渊源。其实当时它的总代理是爱快国际，那时候我个人还是在从事汽车美容的时候，就有这个荣幸在台北受爱快国际的邀请，去帮他们的新车有做一些整备。那时候就对这个 Baretta 的车型非常的喜欢。然后这个铁灰色也是一个缘分，是当时我去新加坡旅行的时候，我看到的第一台在路上跑的 Baretta， 也就是这个金属铁灰。所以时隔了10几年，我又能在拥有这样子一台车，也算是一个缘分，也是一个梦想。那这台车的话，其实对我来说，我已经可能步入中年了吧。我们的重点也不再是说车买来我们就是改的铝圈、改的避震、改的刹车什么，我们就没有。我就是简单的把引擎里面，如果像说它有一些渗漏的地方，然后有些需要更完美的地方，我们把原厂的东西买来，把它撤换掉。然后唯一改装的就是只有那个音响主机，因为这一台是日本外汇车，那它的收音机是日本频道的，也就是说它不能在台湾收听。可是我大概听了2个多月，那种只能收听到地下电台在卖药的，不让酸痛，每天听都差点被洗脑，差点去买那个药，那听得我的脚都痛起来。不让酸痛打扰你。
选了这个 Blue Pond 在eBay，那现在 CP 值很高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古典的造型。那其实现在很多是换成液晶萤幕的，但是我觉得已经手牌已经很忙了，要被尬掐，你还在那边点那个液晶幕，有点 too over， 那就是它的界面操纵简单，然后开车的时候可以享受这个乐趣，听音乐什么，因为。这一套缸内直喷的系统算是在像75它是双星点火嘛 ，Twin Spark 双凸轮轴双星点火。那这个缸内直喷系统是那时候爱快推出来一个新式的引擎，它增加更好的燃烧效率。但是以我目前开的这1-2个月的感觉，它的舒适度跟引擎顺畅度确实没话讲，已经是进步很多。但我就觉得，在声浪来讲，就少了那么一点点野性，这可能是美中不足的地方。但是整体而言，它是一台好车。它的注目度，我必须要说注目度很高。我的经验大概。只要我有在外面开它，大概每个礼拜我开出去都会有人问这是什么车，怎么样，好漂亮的这样子。有受到这样的，还有主动会过来说这个是我知道这是什么怎么样的车，这样算是蛮独特的收获。我觉得玩车的乐趣也是在这里。我应该说，我忠于自己的喜好，我不会太去在意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的大众车型怎么样。应该说，我比较喜欢一个独特。当然，像一直觉得自己终于也步入了一个快中年的年纪，就想做一个自己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。Ebrella 的话，我记得现在车商还有在卖那应该也是落在80万左右的这个售价了。那因为这一台新车，我记得没错，可能要250到300。那以现在的这样子的售价，那而且里程数都很低，当然也有一些是外汇进来的，不管总代或外汇的，我觉得都很不错。不过，我会建议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直接就买3.2 Q4， 因为3.2 Q4 的零件还相对比较好找，而且它的动力更高，那应该0到100也是6秒多而已啊。虽然车比较重，大概有我记得没错，应该有1600多公斤，虽然那么小的车，但是3.2 Q4 真的可能，如果喜欢速度感的那种，我觉得会比较好，会比较好一点。2.2 的很多东西它是比较停产的，所以必须要花多一点心思在网络上寻找。当然也不是大问题，可是真的它有些东西已经停产了。如果是必要的话，其实反正玩车我们就知道一些比较容易坏的，我们就可以需要预先的去准备这个料，先准备起来。这辈子会吧。但是我喜欢的车都是我比较在意是要独特性。独特性就是说不会太多人拥有的即使是很多人拥有的车型，我也会特别去看它比较有独特设计。我举个例好了，像 Porsche 很多种的话，其实我也特别钟爱像 Porsche 的 Targa，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来讲蛮有吸引力的。那当然，其他有更多比较独特的品牌，甚至是台湾没有的，我都想去尝试啦。那像 TBR、Sagalis 这种比较
然后 Lotus 也不错啊，然后这些当然有这个机会的话，当然我也想试试其他不一样的车，它有独特的设计。当然，现在以我的状况来讲，我觉得这2、3台我慢慢的去开去使用，然后车子也就是这样，你要有点缘分，遇到了你就可以拥有，还是去换。啊，当然我有不变的，当然还是75嘛，这个应该是不会变的。但是这个 Brera 可能一阵子之后，如果真的还有缘分，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车种也可以。但是 Maxima 我并没有说会去收集很多车，因为我觉得车我就去使用它，没有，你就是要用它，然后去体会它。我开的里程都不会很高，但是可以的话，我每台我都会轮流去开它，因为我觉得你把它冰在车库里，你是每天看它，还是说你甚至忙到没有机会去开它，也不对。其实你忙到没有机会开，像爱快的车很特别，你不去开它，它会坏，你一定要开它，然后偶尔你还要稍微用力的去跑一下，清积碳啊，然后它反而会更顺。像75也是这样子，一阵子没开它它像以前还会离合器分棒，还莫名其妙就给你漏油。然后这个你只要每天有去开它，它其实代步，然后它的我觉得啦，就以我这样在开，它的妥善率还是很高的，其实不难解决，因为只要你知道它的特性，大概它要什么毛病，你也很容易抓出来。新式的阿法当然也很方便，那当然插电脑就知道了。可是我还是觉得说，以电脑反馈的讯息，虽然你在抓问题很快，可是有时候它所出现的代码还会牵连几个不一样的小东西。我倒是觉得说，像传统的老爱快，它反正你知道，那就是那1、2个东西，它们简单的机械换掉就好，对我来讲还更容易上手。